臧大人。世贤啊，今日剑中休沐已决疫病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此事不能大意，我怕剑中应对不周，所以来看看。大人，您怎么也在这儿啊？哦，今日上头命我尽快赶制一批石印，事出紧急，恐怕我今晚都得待在这儿了。原来如此。大人，我来帮你吧。啊，不必了，你还是先回吧。好，大人辛苦了。大人，桌子上放的是鬼玺吗？看来是了。别动，刀很快的。世权，你这么多年，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。走。你是谁？大人的脸色还真是难看呢，忘了告诉大人了，我还有一个名字，陆坟。你是曹进贤的人？没错。大人心中一定有很多疑惑吧？坐下说呀。看在我们共事一场的份上，想问什么尽管问，我一定知无不言。大人请吧。你既然是曹进贤的人，为何会在青天剑？我查过你，你很早以前就来青天剑。贞顺10年的天文生甲等，白纸黑字记录在案。大人放心，即使是三法司来查，也不会有误。你跟我说，你跟楚怀明是同窗，想必也都是骗我的吧？是曹进贤派你藏身在此的，为了鬼玺。我来青天剑是奉义父之命监视楚怀明的。他和你一样，都在帮庄如隐找鬼玺，但楚怀明找了10年，连个影子都找不着。义父让我在这里慢慢等机会，说找鬼玺的人一定不会错过青天剑，因为这里是蒯夺为官多年的地方。义父还真是猜对了，大人不但找着了，还给拿回来了。你怎么知道我今晚会动手？大人做事缜密，手段天衣无缝。可有句话说得好，天下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。上元节当晚，青天剑让人全部远离，以绝病疫。就连门口的告示都是大人亲手所写，这不值得好好想想吗？陆坟，你藏得好深啊！我的弟弟妹妹，大人都见过了吧？我二弟陆然，嘴皮子比较利索，但藏不住事儿。三弟陆进，武功高强，可惜最后死在你和庄如隐手上。小妹陆嫣忠心耿耿，就是性子有些乖张。我确实和他们都不一样，能得到公公的重用，就是因为我有耐心。咱们这些人，
拼的不就是一个耐心吗？藏海，我终归还是胜你一筹啊！一开始，我以为你在替平津侯找鬼喜，可平津侯死了，却丝毫没有扰乱你的步伐。那时候我就知道了，你不是为了别人，你做这些事儿，都是为了你自己。我很好奇呀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陆飞，陆飞，咱家来了，真好。义父，我拿到了。鬼喜，这就是鬼喜呀！咱家虽没见过，但这东西一拿在手里，咱家就知道是鬼喜，错不了，错不了。陆飞，咱家没有把你从青天剑拆回去，果然没错。此事你办得漂亮极了。谢义父夸赞。藏海啊，你真的很聪明，但你棋差一招。曹公公，您的命可真大呀！你想要咱家的性命，没那么容易。说吧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公公可还记得蒯夺吗？蒯夺是我的父亲。咱家终于明白，为何对你一直心神不宁了。你是蒯夺的儿子，你的容貌虽然与蒯夺大不相同，但是你的眼睛，咱家总能从你的眼睛里看到熟悉的东西。千河之下的清高，迂腐。庄如影啊，你这个蠢材呀，你把仇人的儿子当心腹，难怪你落得个命丧子手的下场。庄如影不是死于公公之手吗？他不顾盟约，背弃咱家，他该死。恐怕公公的下场也好不到哪儿去呀。皇上啊，你瞒得老奴好苦啊！原来当年蒯夺找到了他，是交到了您的手里，您又把他藏到了宫里。既然你一直都不用他，倒不如就由老奴来保管吧。藏海啊，胆儿可真够大的呀！啊，皇上的东西你都敢拿呀？啊，你既然是蒯夺的儿子，又与蒯夺做着相反的事情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干呢？
家懂了，你是想做出一个假的鬼玺，放回去以假乱真，再用真的来对付你的仇家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义父，注意身子。无法。可是谁又能想到啊？咱家今天一来到青天界，就拿到了这份大礼。这鬼玺到了还是落在了咱家的手上，而你藏海，你就替咱家好好的担着这份罪吧。曹公公，皇上可是花了10年的时间，都没能打开这鬼玺。你觉得你行吗？你是想用打开这鬼玺的法子来要挟咱家吗？你呀，也不用操心这鬼玺的事儿了。咱家自会好好的琢磨。今天是上元节，咱们就送藏海下去与亲人团聚吧。是。走。青天剑我会打理好的，这里定会一直如你所愿，你就安心吧。殿下，你怎么来了？曹公公，好久不见，别来无恙。殿下放心，咱家死不了。藏海的计谋也太危险，您说是不是？你竟放心，让这么个毛头小子独自拿着这鬼玺，你当真觉得他能够把鬼玺给你吗？依咱家看来，他恐怕要做个假的给你吧？曹公公，废话少说，把鬼玺留下。殿下，咱们可是有盟约在先的，鬼玺之事，咱们可以坐下来慢慢的聊。那好啊，我现在就跟你谈一谈。你个小贱人，你敢偷袭咱家！杀了他们！杀了他们！快走！
你走不了了，把鬼许留下。大家把鬼许给了你，解救咱，忘了大家吗？你害了蒯多，我当然不会放过你。把鬼许交给我，我留你个全尸。你竟然还认识蒯多？师头，如今咱家还有个请求。今夜之时，咱家不想让皇上知道，我想让皇上记得咱家对他的忠心耿耿。行，鬼信，你的了。母亲，母亲，你走！义父，义父，母亲，您撑住，我带您回家。来人，快来人！桑寒，母亲，保护好他。还有，拿回鬼许。你爹死之前，其实什么话也没给我留下，对吗？没关系，我自己去问他。母亲，母亲，母亲，母亲。我此生唯独下生，唯独下死，有憾，但是无悔。母亲，母亲，母亲，母亲。母亲，
你母亲回至宫。安图，我母亲没了，桂喜也被人夺走了。我知道你现在心情很难过，但我需要你认真听我说。天快亮了，我们没有时间了，你必须马上把你的母亲带回至宫，把她的死伪造成一场意外。那我们会怎么样？你放心，我会处理好一切。无论以后发生任何事情，我们都一起面对。记住，今晚没有人来过这里。我一定会为我母亲报仇。师傅，您相信我，我们定能把安图救出来。你先下去吧。是。藏海，你受苦了。你怎么来了？你别为我做傻事。别担心，我是名正言顺走进来的。皇上准你参与办案了？没有，这是假的。你疯了！伪造文书罪同欺君，明早他们一对照就会发现问题。你赶紧离开京城，不要再管我。我已经迈出了这一步，就没有机会反悔了。对于东夏，我现在已经是一个废人了，如今只怕是必死无疑。我不会让你死的，你一定会平安的离开这里。皇上扣下我，是因为他怀疑东夏拿走了鬼玺。若是不找到鬼玺，他是不会罢休的。我要是走了，他只会迁怒于东夏。我姐姐初登王位，根基尚浅，一旦两族开战，东夏必将遭遇灭顶之灾。你放心，我已有谋划。你不要再为我做任何事，趁你还能脱身，你赶紧走。我已经失去了太多亲人，如今我绝不能失去你。等我。
宋公公，臧大人，这么晚了，皇上都已经歇息了，有什么事儿，等上朝的时候再说吧。宋公公，我有件10万火急的事，必须马上面见皇上，请您代为通传。高管家，这是大人留给你的信。什么时候的信？大人出门前给我的，他特意嘱咐要在此时交到您手上。小海，这什么意思呀？师父，我对您说的既是真话，又是假话。我会竭尽全力救出他，但我只能一个人去。我将向皇上坦白一切，您知道这意味着什么？你们今夜离府躲避，如果我失败了，请您带官封侍卫远走高飞。如果明日我同他一起回来，我们就还能再见。这小海他说什么了？我们都被他骗了，他独自去救香小姐了。啊，这也太危险了！不行，我们得去帮他。我们不一定能帮得了他了。小海这次要下一步九死一生的险棋，他让我们置身事外，也是希望自己没有后顾之忧啊。臧大人到了。臧大人，请吧。陛下，臧大人到了。罪臣臧海，叩见陛下。工部侍郎臧海，何罪之有啊？说，陛下丢的那样东西。住口！来人！把他给朕绑起来。是。你们都退下吧。是。现在你可以说了。罪臣臧海，几日前曾私自进入陛下的含章殿，并且在暖阁中解开了陛下的机关，拿走了龟玺。臧海，你好大的胆子！龟玺在哪儿？回禀陛下，龟玺落到了曹进贤手中。那天晚上，罪臣将龟玺带回了青天剑，却被曹进贤夺走。欺君可是死罪。陛下，欺君是死罪，拿走龟玺更是死罪。罪臣向陛下坦白一切，就绝无可能再欺瞒陛下。朕凭什么相信你？
还有一个原因。那一日，罪臣在寒章殿中见到了里面落款有陆羽燕的木雕，才知道了，原来家父与陛下曾经有过一段深厚的情谊。所以罪臣今日前来，是想斗胆跟陛下讨一个旧情。家父，你是谁？罪臣以前的名字叫智奴，是曾经的青边监监正蒯夺的儿子。10年前，蒯家上下14口人，尽数死于屠杀之中，微臣侥幸逃脱，如今重返京城，是为复仇而来。你抬起头来。你用什么证明你是智奴？小时候，家父常在家中摆弄一个鹿的木雕。我问他，他只说，在丛林中，你永远都不会知道，隔夜窥探你的野兽究竟是什么。但他却对我说，我希望你在最凶险时遇到的，终究是鹿。那只鹿现在在哪儿？在我家灭门当晚，也不止一具了。你父亲为你挣了这条命，起来吧。谢陛下。孙德芳，陛下，立刻派人去曹府，府上一个人都不许放走，上上下下给朕仔细的搜。是陛下。谁是你的仇人啊？庄卢隐、曹敬贤，还有一人，臣始终查不出。这么说，庄卢隐、曹敬贤落到今日这步田地，都是你一手促成的了。所以你为了那个始终查不到的人，拿走了朕的鬼玺。回陛下，他们3人杀了我全家，皆是因为鬼玺，所以臣只有通过鬼玺才能找出第3人。只是你没有找到仇人，还丢了鬼玺。所以这么多年来，他们一直在寻找鬼玺。庄卢隐当年杀了我全家之后，
不甘心空手而归，还剥了我父母的人皮，挂在侯府的地窖里，并且让楚怀明利用职位之便，四处寻找，而曹敬贤，则是利用都尉司四处打探鬼玺的影踪，并在多年前安排他的义子藏身于青天剑，直到微臣将鬼玺带出。如果他们从一开始就知道鬼玺在陛下手中，也许一切都会不同。你在怪朕，怪朕没有把得到鬼玺的事昭告天下，让你全家枉死，徒添了许多的杀戮。臣不敢。藏海啊，你想的太简单了。即便朕昭告天下，他们依然不会罢休。陛下是否愿意为臣解惑？你想知道当年发生了什么事儿？第三个仇人，臣苦苦追寻。若是陛下能将当年的事告诉微臣，也许微臣可以找出此人。会做鸟笼子吗？朕与你父亲相识在朕还是皇子的时候，朕喜欢木作法事，先皇疼爱朕，特许蒯夺做朕的伴读。殿下，蒯夺有家传的营造技艺，成为了朕儿时最好的玩伴。那是朕最忘不了的时光。有了蒯夺的陪伴，朕也算是体会过寻常人家的快乐。武和20年，多年的储位之争，终于尘埃落定。被先皇选为太子的，不是众望所归的嫡长子燕王，也不是才德兼备的齐王，而是庶出且丧母的朕。兹刻遵出诏，载机典礼，抚顺舆情，警告天地，授以金册，立为太子，以重万年之头。至此，朕不能再学习木艺，而是由太子少师教授帝王之术。蒯夺也去了青天剑，跟随父亲学习技艺。生在帝王家，是没有好日子的。那时候朕还不明白，在前面等着朕的究竟是什么。武和35年，东夏扰境，有侵略大庸之势，先皇决定亲征东夏，而朕作为太子，则留在朝中，监理国政。大军不时传来捷报，整个京城都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，但宫内却悄悄酝酿着一个针对朕的阴谋。殿下，殿下，殿下，你怎么了？殿下，殿下，你这，来人呐，传太医，快传太医！公公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
人回报，皇后娘娘偏头痛又犯了，把太医都叫过去了。什么？殿下，殿下，您一定要坚持住，奴婢马上去宫外头给您找大夫去。殿下，你去帮我找一个人来。 是殿下，殿下，您撑住！中毒的时间不久。 我还来得及施救，只怕敌人接下来还有更多的手段。孙公公，快通知禁军，再多派些人过来。可禁军今晚都被调去神武门值夜了。孙大王在，你快去五军营。 找薛昭，让他带人来护驾。是殿下。生在帝王家，没有好日子过。你说的对，他们没毒死我，还会再带人来杀我。恐怕就在今晚。 你回家吧，走吧，别留在这儿送死。走吧。殿下放心，我绝不会让他们再伤到你。 将士听令！太子殿下有难，你们速去前门守卫。来者何人？何事求见？我奉命向太子受皇上遗诏。太子殿下，皇上驾崩了。先皇遗命，立太子继承皇位。 朕的命是你父亲救的，你父亲是朕最信任的人。大庸军队一夜之间溃败，先皇因此噩耗病死边关，这一切都是因为鬼玺。先皇临终前交给朕的最后一件事，便是夺取鬼玺。朕初登基。 皇位不稳，所以首先要让司礼监有自己的人。这个人就是曹敬贤。而朕要做的第二件事，就是打一场胜仗，为大庸雪耻。虽然东夏用鬼玺打败了大庸，但东夏女王雨若不止，洪水必起。
最近各地有无灾情啊？回大人，工部的水文汇报，除了离京城不远的中州附近旱魃为虐，3年没有降雨，其他各地降雨一切正常。沿海一带虽有风灾过境，但朝廷已经例行拨银赈灾，伤亡也比往年少了许多。大人，这谷物的情况也不错，江南水稻的收赏都比往年好。除了中州的旱情，天上地下一片安宁。若我发榜预言中州旱情必有缓解，皇上一定会很高兴啊！青天剑报喜，必有后赏。借过一下，借过一下，借过一下。昨日的瑞兔祥云果然是大吉之兆啊！中州旱了那么久，终于要下雨了。我家就在那边，家乡父老终于有救了，大吉大利，大吉大利呀！哎，这位小哥，你是中州人，你们那边的情况怎么样？哎呀，中州旱得厉害，这几日日头周围还有一圈亮亮的影子，邪乎的很呢。是啊，终于有雨了。是。侯爷可曾听闻今日钦天监发榜一事？本侯听说了，钦天监报，中州不日将天降甘霖，解久旱之苦。看来昨日的祥云确是吉兆。臧海，你这观天象的本事还略逊于人啊。小人不敢与楚大人相提并论，但小人心中有疑虑，想禀报侯爷。说。恐怕楚大人这一次算错了。中州虽然会下雨，但并非急雨，而是凶雨。你为什么这么说？小人昨夜观星，的确也看到了中州有雨水之象，但是这雨来得难，去得也难。小人今日在街头听闻流民议论，这些天中州日头已经连续出现了日环，日环主涝，只怕这雨会久下不停，最终成汛冲毁堤坝，大量百姓将会流离失所。可是昨日分明是祥瑞之兆，白云彩霞，聚散离合，都只是巧合而已，是无法准确判断吉凶的。此话当真？小人愿以性命担保。还请侯爷尽快禀报皇上，疏散民众，夯实堤坝，来应对即将到来的大涝。你的推测可跟别人提起过？那你就当从来不知道，本侯就当从来没听过。侯爷，这皇上此刻正高兴着，这个眉头本侯不想出。如果本侯将你推测的禀报皇上，万一你算错了，本侯岂不是作茧自缚？中州就算真有灾涝伤亡，也和本侯无关。那中州的百姓，那也是他们的命。此事不许再提，下去吧。是。平津侯之所以袖手旁观，那是因为中州乃大将军傅之松的驻守之地。若事情真如你所料，一旦防汛不利，只怕傅之松中军都督的位置，他是要去争一争的。他要去争权，那就只能苦了中州的老百姓。到时候雨水冲毁堤坝，又有多少人妻离子散，流离失所啊？就算有大涝，也未必会冲毁堤坝吧？我去翻看了前几年的营造记录，您猜维护堤坝的人是谁？庄知府。正是。以此人的贪性，这堤坝的石土中不知道混入了多少的芦苇秸秆。中州本就少雨，偷工减料远也看不出来，但如今久旱未雨，夯土早已风化流失，遇水则溃了。听起来真是凶多吉少啊！我之前不是还跟您说，只要有机会，我一定会将楚怀民拉下来，取而代之吗？这一次，是他自掘坟墓。
不仅如此，我还要把平津侯也拉进来，让他阻止灾涝，救下中州百姓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拉平津侯这事儿有点冒险了，就没有别的办法了？我父亲曾经说过，风雨雷电、日月星辰的旨意，关乎着老百姓的温饱甚至性命。老百姓应该知道真相，避免灾祸的发生。好托儿啊！虽然你看到的是真相，但楚怀明现在是青天剑监正，他会用奇技淫巧和一些神乎其神的说法来粉饰自己的无能，因为那样往往更容易迷惑人心。你明白吗？明白。那我们就以其人之道，还治其人之身。来，让一下，让一下，来，让我看看。哎，这上面写的什么呀？中州久旱将雨，此乃大吉之兆啊！太好了，终于要下雨了，我中州的庄稼有救了呀！那可不一定。谁啊？谁？哪来的野小子？你敢质疑青天剑？我告诉你啊，青天剑监正楚怀明那料事如神，他说这天象是大吉之象，肯定错不了。是啊，是不是？是啊，天象论断，需观其变化，察其原委。楚怀明急于邀功，并未探查分明，便妄下定论。这一回，他犯了一个大错。中州的这场大雨根本就不是救人的吉雨，而是杀人的凶雨。这怎么会是杀人的凶雨呢？是啊，这雨能杀人，太吓人了！你给我站着！你别在这胡说八道啊！我告诉你，我可亲眼所见。前些日子天象十分特别，那是老天爷显灵，肯定是吉雨。是啊，那天象的确难得，但是楚怀明看错了，中州怕是要有祸事发生啊！你凭什么这么说？我日观天文，白虹贯日；夜观星象，月离于弊。这根本就不是什么大吉，而是大凶之象啊！大凶！中州恐怕要有大涝了。这个，你说这些我们都听不懂，是什么白虹什么的月的。你是中州来的吧？啊，那你可有看见日头上那一圈黑黑的影子？有，那就是日环如轮，是雨兆。真有啊！但如今夏秋之交，7月流火，西方白虎七宿露头，这其中的必宿便是雨师。乡亲们，这恐怕要下连日的大雨啊！哎，公子，你说的都是真的吗？这以前可曾发生过呀？昔日司马入寇西蜀，孔明大破魏兵，二人皆关心而言。见毕星于太阴，此月内必有大雨淋漓。听你这么一说，这有点道理啊。这中州啊，久不逢雨，水土不适，一旦这雨下个不停，那肯定会发大水呀！一旦冲毁堤坝，那老百姓只能流离失所，良田一去不复返呀！这楚怀明能坐上青天剑监正的位置，靠的全是趋炎附势，根本没有真本事。你们若是不相信，就将我刚刚说的话传出去，1传10，10传100，且等几日，看看是他楚怀明说的对，还是我说的对。这到底是谁说的对啊？谁也不认识。老伯，照你这么说，我中州岂不是没救了？老伯，快请起。老伯，你相信我，把我刚刚说的话传给你中州的家人，让他们早做准备。好，快去。哎，公子，不是高人，你是谁呀？
我是平津侯府第一幕僚，藏海。哦，我知道他呀，他就是重修皇陵的那个人啊！我也听说过，在那之后，平津侯就特别器重他。平津侯的相信的人，想必是有大才呀！赶紧把这个消息传出去吧！传出去！传出去！藏海真的大放厥词，说本官断行有误。是胡扯！藏海算个什么东西？懂什么星象？他还说什么了？藏海还说什么白虹贯日，月离于壁，还说中州定有大涝成灾，且看不日之后结果如何。这都是胡诌些什么玩意儿？此事侯爷知道吗？现下只怕是知道了。哼。银烛之光，本侯可以让它发亮，也可以让它粉身碎骨。本侯让你闭嘴，你却跑到钦天监大放厥词，说看到大凶天象，现在传得满城风雨。你是非要跟本侯作对？侯爷，小人绝对不敢，小人只是想竭尽全力让此事有个周全。侯爷，藏海啊，也是想为您效劳，但是一时心急，把手伸到了不该伸的地方。他也不是存心和我作对，就是看了几本书，就真的以为自己会看天下了。藏海，侯爷这么信任你，你做事却如此鲁莽，你怎么一点都不为侯爷着想啊？侯爷，小人之所以出此下策，正是为侯爷着想啊。你倒说说看，你是怎么替本侯着想的？小人之前求侯爷将小人的判断禀报给皇上，的确考虑不周。侯爷身居高位，这事儿不该由您去做，只能由小人去给百姓们说。楚大人是侯爷举荐的人才，此事他算错了，恐怕会被有心之人拿去大做文章。而小人是侯爷的人，小人立了功，便是侯爷之功。但你要是错了，就是本侯错了。你不过是本侯的幕僚，我该怎么立功，还轮不到你擅作主张。其实小人还想到一件事，侯爷，他这张嘴我可领教过。请侯爷容我说完。说，但说之前想清楚了，这很可能是你最后一次说话。小人之前不敢告诉侯爷，小人所说的白虹贯日，不仅是大选之兆，还如将心陨落。专诸之嗣王僚也，会心喜悦；聂政之嗣韩归也，白虹贯日。这些天象，都主王侯将相殒命。楚怀明，有这事吗？这那你算的
是哪颗将星陨落？小人不知。你是不知道，还是不敢说？小人绝不敢欺瞒侯爷。小人想为侯爷挡灾。你要替本侯挡灾？那你的意思是，本侯要陨落了？天机难以窥探，小人也无法真正参透。即便是真要印在侯爷身上，事前也会有端倪。还请侯爷留小人一条性命，危机来时也可化解。来人，在。若中州无事发生，本侯也只能拿你去问罪。自求多福，关起来。是。还请侯爷给小人7日时间，若7日内中州降雨应了楚大人所言，还请侯爷耐心等待。去死吧你！鲁大人，这是什么味儿？快去看看！来人啊！走水了，走水了！快去叫人，快啊！我在这儿呢，救火，快！来人啊！走水了！走水了！快！还有一件事情，需要你帮我。我已断掉楚怀民所有的路，恐怕他要杀我，只有放火意图。届时你一定要按计划行事，不可来救我。侯爷，中州的雨势是越来越大，止也止不住，恐有洪涝之势。今日是下雨第几日了？第7日。侯爷，不好了！外面怎么了？牢房租水了。藏海呢？人还在里面没出来，下人们已经去营救了。二公子，楚大人，干嘛那么着急走啊？啊，我刚拜见完侯爷，没什么事，我就先走了。你在侯府杀人放火，还要逃吗？跟我去见侯爷。我去。
妹妹受伤了，您怎么会？秦天策，你命大，好好的牢房，为何会起火？府兵们说，着火之前，那个楚大人来过。楚怀民啊，他人呢？父亲，您看，父亲。楚怀民，这火是你放的吗？不是，侯爷，不是我，儿子亲眼所见，楚怀民放火之后想要逃走。是他，他想杀了我，杨震跟曲教都被他。侯爷，他的枪头对准的是您呐，侯爷。侯爷，中州传来急报，雨势太大，堤坝多处被毁，河水倒灌，淹了下游数万亩良田。那中州的百姓如何？沿岸百姓提前得到了警示，已经撤离了很多，但还是死伤数千。还有一事，中军都督傅之松将军亲自带军防范灾涝，堤坝被冲垮时，傅将军也被卷入巨浪之中。尸首已在下游找到。把楚怀民押到大理寺。且，侯爷，藏海，你不得好死啊！你不得好死！哎呀，快去取水来呀！快！你是说，侯爷亲自进了火场，为了救藏海？好在放火的凶手被抓到了。谁放的火？楚怀民。是二公子抓的楚大人，现在正亲自把他押往大理寺。福儿，快去看看你父亲。好，夫人不必担心，臧大人已经送侯爷回屋疗伤了。侯爷吩咐您和大公子不必过去。福儿，我们被人捷足先登了。这个时候守在你父亲身边的，不应该是你吗？侯爷，医官马上就到了。一点小伤，无需大惊小怪。等他们来了，都处理好了。继续。那侯爷忍着点儿。果然如你所言，大将军殉国，大庸折损了一名大将。不瞒你说，本侯倒是松了一口气。这几天一直在想，这将星会不会是本侯？侯爷多虑了，小人曾经跟您说过，侯爷吉人自有天相。本侯征战沙场几十年，从没怕过死，但在京城住久了，心就和从前不一样了。还好本侯有你，能替本侯未雨绸缪。侯爷，小人一介布衣，承蒙您看得上，才能为侯府出谋划策。
今日若不是您出手相救，恐怕小人已死于火中。藏海，本侯之前一直把你当幕僚看待，兵是兵，将是将。但今日从火场救你出来后，我才发觉，原来本侯早就当你是自家人了。之前这样对你，那是情急所致，别怪我。小人不敢，都怪小人先斩后奏。行了，你也是为本侯着想，你说的我也能听得明白。我很难去信任一个人，别辜负了我。小人定不负侯爷厚望。奉天承运皇帝敕曰：钦天监监正楚怀明错勘天象，延误祸情，致使中州大涝，伤民伤财，又欺上瞒下，谋害人命。今罢免官职，贬为庶人，流放3000里，刑前杖责50，即刻行刑。哎呦，主母，奴婢弄疼您了吗？不关你的事儿，我头疼。啊，主母在想什么呀？还在为侯爷的伤忧心吗？管家说了，侯爷这伤啊，不碍事了。我是在想，藏海和庄之行。主母想这2个人做什么呀？免得劳累了心神。之行先是在布打球赛上露了脸，得了侯爷欢心。知府从闻他便习武，摸准了侯爷心心念念，要一个能继承庄家基业、靠武功光耀门楣的儿子，而他又那么恰巧抓住了放火的楚怀明，不但自己立了功，还帮了藏海。这一步步精准缜密，侧无一算。难道是2公子突然开窍了？我担心他是跟藏海虽然我还不知道藏海的目的是什么，但这知行定是要与我的知府争上一争。那也不足为惧啊，咱们大公子可不是他这个废物能相提并论的。这是妾身亲手为侯爷煲的参汤，里面放了桂心和甘草，引血化脓，喝下去，伤口也能好得快些。侯爷休息得如何？伤口还疼吗？昨夜您不让妾身来照料，妾身担忧了一整晚。一点小伤，并无大碍。侯爷的安危关乎侯府上下100口人的生计。妾身怎能不在意？指望侯爷今后再不要做如此的险事了。侯爷待属下如此宽厚，是我们侯府一门之福。可不知为何，妾身心里一直安稳不下来。
有什么好担心的？自从藏海进府之后，侯爷身边的可用之人越来越少。先是杨真和瞿娇，现在连楚怀明也入了狱。侯爷仔细想想，这桩桩件件，最得意的人是谁呢？难道不就是那藏海吗？您一心待他，可他怎么尽做些排除异己之事呢？排除异己，夫人，你是这么认为的？藏海一进府，便跟知行走得亲近，恐怕是看准了知行这孩子生性淳朴，喜欢结交朋友。昨日楚怀明竟能被知行所擒，怎么偏偏会这么巧呢？你是说，知行知道楚怀明要来放火，早在那儿等着？这背后怕是有高人指点，否则之前怎么会突然拿下不打球的冠手呢？夫人，你是侯府主母，容得下知府出息，怎么知行出息了就容不得呢？侯爷误会妾身了，妾身只是担心您以礼相待的好幕僚，其实并非对您一心一意。夫人说的我都明白了，你先下去吧。夫人，侯爷，刚才说的都听到了吧？回侯爷，小人都听到了。你有什么想说的吗？大夫人只是说对了一半。二公子参赛夺魁，的确是小人所授，但小人怎么能料到楚怀明会来放火杀小人呢？昨日走水，所有人都奔司牢而来。楚怀明放火后仓皇逃走，必定可疑。那二公子撞见了他，自然是要捉他的。不过，小人承认。小人的确与二公子走得近了些。侯爷，小人斗胆一言，二公子有将帅之才，若只是在不打球赛上施展，还远远不够。你的意思是想让知行从军？是。大公子出类拔萃，如今已是朝廷的栋梁，但庄家历代征战沙场，侯爷又立下赫赫战功，若后继无人，小人心中实感可惜。知府确实不是行武的好料子，但知行，只怕你是看错他了。过去的二公子的确散漫了些，不过这些日子，他勤练武学，从不懈怠。他之所以可以这么快的脱颖而出，除了自己的努力，靠的，就是身上流淌着庄家的将才之血。你现在就为知行谋划未来之事，会不会早了点儿？小人本就是侯爷的家臣，自然要为侯府的将来谋划。若是侯府能在朝廷上有一文一武相互倚仗，那将来的基业就会更加稳固。你眼中看的，心中想的，都比本侯要多。侯爷和小人说过，会把小人当一家人，那么小人也就把心里的话都说给侯爷听。
本侯当年身边像你这样的人，一个违帐都坐不下。但他们都死了，为本侯而死。你怕死吗？回侯爷，小人曾经说过，小人怕死，但更怕白活一场。想必当年跟随侯爷的人，都死得其所了吧？今天让你来是有件事。钦天监监正的位置空了出来，我问你，这个差事，你想不想做？小人不必犹豫，你若想做，本侯自会为你谋划。但凭侯爷吩咐。徒儿啊，这次着实是你运气好。你觉得自己现在赢得了平定侯多少信任了？10之7八。师傅不这样认为。如果火场里的人不是你，而是蒋襄，他一定不会去救的。蒋襄的父亲蒋进现在已经不再是礼部尚书，对他没有价值了。而你现在是他身边最宝贵的幕僚，你的才华和能力是他能屹立于朝堂中的一把利器。他救你，那是在救自己的私产而已。至于他对你说的那番话呀，就是想收买人心罢了。如今看来，平津侯愿与你交心，是个好事。若是冷落了蒋襄，就会得罪当时位高权重的蒋进。可是，怎能再次辜负沈婉？就在他左右为难之际，沈婉站了出来。他主动把庄如隐身边的位置还给了蒋襄，而庄如隐没有拒绝。此后，庄如隐终于得偿所愿，封侯拜将，一时间权倾朝野。他自认为可以一碗水端平，不让沈婉受一点委屈，但他小看了蒋襄的野心和手段。你既然在朝堂之上身兼要职，还是要以仕途为重。家里的事情，就都交给香儿操持吧。蒋襄一点一点离间了他和沈婉，最终让庄如隐相信沈婉红杏出墙，在他的默许下，毒杀了他。我不要你走了，我求你了，我求你，大恩如大仇，没有人愿意背负你一生的恩情。长久无法偿还的恩情，最后不是变得心安理得，就是变成了怨恨。这天下间，通常都是自私的人活得更加快乐，但他为什么唯独解不开这个结呢？唉，他究竟是放不下当年的沈婉，还是愧对曾经意气风发的自己？谁也说不清楚了。所以他不愿意分一点父爱给庄之祥，因为他一旦见到他，就会想起曾经卑劣的自己。这种痛苦越是隐藏，扎根越深。哪个强者愿意自己内心有这样的弱点呢？
侯爷，您找我。知道为何让你来这儿吗？小人知道这儿是二公子小时候住的地方。侯爷让小人来这里，是因为之前小人说的关于二公子的那些话吗？知行这个孩子，本侯以前很疼爱他，只是后来他与本侯日渐疏远，而这些年本侯待他确实不如知府。知行成了没出息的儿子，本侯是不是也有错？侯爷乃一家之主，遮风挡雨，怎会有错？小人只是在想，外面满园赏心悦目的牡丹，可侯爷却独独来到了这里。本侯以前认识一个穷花匠，以种梅为生，梅花价廉，时间久了就越来越清贫，甚至不够养活自己。后来他发现世人甚爱牡丹，价格自然高昂，他改种牡丹，过上了丰衣足食的日子。可他告诉本侯，他更钟爱、更愿意栽培的还是梅花。但为时已晚，花圃里的梅花因无人照料，都枯死了。花匠在穷困时选种梅花，可见爱梅之心。但他以卖花为生，必须改种牡丹，而心爱的梅花破败凋零。可能花匠觉得都是自己的错，小人却认为非也。为什么会这样觉得？梅花生于冬天，傲雪寒霜，无意争春。不是花匠无情改种牡丹，而是梅花甘愿在苦寒绽放，零落成泥。若是花匠不这么做，恐怕整个园子都挨不过冬天。小人想起一首诗：片片甘飞已足悲，况堪风雨恒相期。足然此恨何由是？以赖重开有备之。诗人叹息风雨中梅花凋零，但并未沉溺于悲伤之中，因为他相信，只要有新枝继续生长，梅花定有重开之日。花匠感伤梅花残败，殊不知墙角上留又梅一枝。阳春和煦时，他不起眼。倘若悉心照料，他日若园子再遇风雪，想必又能傲立雪中，凌寒争香了。先生之前跟我爹说什么了？他竟然开始询问我的功课。侯爷想必有意栽培你了，往后他对你的关爱会比庄知府还要多。因为你，他才愿意与我亲近些。我说了什么根本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在侯爷眼里是一个什么样的儿子。所以今后你更要勤学苦练，不可掉以轻心。是。谁？大人，是我庄善，侯爷有请。知道了。侯爷在里面，臧大人，请。
侯爷，每次本侯有心事的时候，就会来这里坐坐。这个地方能让本侯清醒，好好想一些事情。小人愿为侯爷分忧。你觉得傅之松将军的死真的是意外吗？小人不明白。狡兔死，走狗烹，飞鸟尽，良弓藏。哪怕你有千秋功绩，也抵不过帝王无情。小人认为，侯爷与傅大将军不同。傅大将军是先太后的侄子，是皇上的外戚。而您曾率军攻破东夏城门，立下了不世之功，想必皇上是感念侯爷的。傅之松一死，中军都督之位就空了出来。朝中没有比本侯更适合的人选，很多人也向皇上举荐本侯。你说，本侯该不该争？军中有许多将领，都曾经是您带过的兵。您当年的副将，如今还统领着京郊的木骑营。若此时再去争中州军权，只怕皇上心中想不忌惮侯爷都难啊。你是让本侯做事，都督之位落入他人之手。侯爷，这件事儿，您不是在和别人争，而是在和皇上争。小人想，皇上心中应该早有计较。侯爷不妨再等几天，看看究竟花落谁家。而小人认为，侯爷不去争，定有好处。若侯爷想重新掌兵，一定还有别的办法。本侯要你为我做一件事。侯爷请吩咐。这件事情一旦知道，将没有回头路。要想清楚。藏海粉身碎骨，万死不辞。本侯这一辈子只打过一次败仗，打败本侯的不是任何人，是一个叫鬼喜的东西。鬼喜。武和35年，先帝率大军出兵东夏，本侯当时任先锋将军，攻破了东夏多个城池，横扫大半疆土。然而就在即将攻入王都之时，发生了一件诡异之事。去禀报将军。是。
东夏女王祭出一样至宝——鬼玺。它带来了无数的阴兵，他们是杀不死的怪物，任何雄狮铁骑在他们面前都不堪一击。所以本侯发誓，一定要找到鬼玺。6年后，大庸重整兵马，再一次出征东夏。本侯抱着必死的决心出征，但这次东夏没有了鬼玺的庇护，被打得俯首称臣。可本侯驻守东夏3年，却一直没有找到这件宝物。这个东西是一名堪舆师找到的，他在东夏找到了鬼玺，想据为己有。本侯想从他手中夺走，却没能成功。而这个童鱼，想必和鬼玺有什么关系？说不定他们是一体的。那鬼玺还在那个人身上？不在他身上，而他已经死了。那是他的命。敢拿侯爷的东西，他必须死。10年了，我找遍了所有的地方，却始终找不到。本来心都淡了，可现在有了你，就不一样了。侯爷是想让我助您找到鬼玺？没错。藏海愿为侯爷效犬马之劳。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了。是。敢问侯爷，这铜鱼就只有1条吗？什么意思？小人幼时随师傅学习堪舆之术，对东夏文明有所涉猎。这东夏最初是以渔猎为生，所以鱼便成为了他们的图腾。这铜鱼，小人虽未见过，但东夏的鱼图腾，小人倒是见了不少。画中的鱼儿都是成群出现，寓意丰年富饶，所以小人才会有此疑问。果然见识不凡，心思机敏。没错，这铜鱼不止1条。本侯就知道，你果然是做成这件事的不二人选。那其他的铜鱼，需要小人一并找寻吗？别的铜鱼你不用管，本侯都有数。你只要记住，等你找到鬼玺，本侯必不会亏待你。藏海赴汤蹈火，也要帮侯爷完成心愿。鬼玺，我曾听闻过一些流传在东夏的传说，它被称为昆仑圣母的恩赐，东夏君王的秘宝。可那都是一些虚无缥缈的说法呀！我一直以为那东西只存在于传说中，大庸的无人知晓。没想到竟被你爹找到，还带了回来。我也没想到，我竟然还要帮平津侯去找他。平津侯密室里的铜鱼，你还记得吗？所以我趁机向他打听另外2条的下落。他说他全都有数，看来我猜的没错，就在其他2个仇人手里。不过，就算平津侯如此信任我，他还是不肯向我透露半分第3个人的事儿。饭要一口一口吃，
如今咱们已经向前迈了一大步了，至少你得到了平津侯的授意，往后做起事来啊，也不用藏着掖着了。师傅，您说鬼玺真的存在吗？师傅也不知道啊。不过有一件事我可以确定，那就是你的仇人们直到今天都没有放弃寻找他。看来只要找到鬼玺跟童鱼，就一定可以找到第3个人。侯爷、夫人，藏海，快坐。坐。侯爷今日是有什么喜事吗？知道吗？前日，皇上召一众武官进宫商讨，本侯称病未去。皇上在大殿钦定乌马符出任中军都督。那些为了中州军权闹得不可开交的武官们，皆被降职责罚。虽然本侯未去，皇上并未责怪，还以体恤本侯病情为由，赏银1000两。侯爷英明，不争不抢，反而得了圣心。还有一件事，前些日子，我给内阁递奏本，举荐了你。藏海，你堪舆的本事，名动京师。皇上许了你天大的恩赐，从今日起，你便是钦天监监正。恭喜啊，藏海，不，藏大人。多谢侯爷，多谢二公子。坐。钦天监和工部关系密切，以后你和知府有很多机会一起做事，你俩共沐皇恩，要替皇上好好办事。儿子以后会好好关照藏海的。多谢大公子。短短半年时间，藏海便由幕僚做到了五品监正。楚怀民学艺不精，怎么比得了藏大人？都是仰仗侯爷照拂，沾了侯府的光啊。监正属五品，你将有自己的宅邸。楚怀民过去的宅子不吉利，本侯替你选了个新的，收拾收拾，明日便可搬进去。侯爷大恩，小人永不敢忘。无论今后小人在哪里，都会时刻记得自己是从侯府出来的。行了，今后见到本侯，不用再自称小人，该自称下官了。是，侯爷。拜见藏大人，您里面请。
掌心念着危险的渴望，惊涛笑里藏，惊雷无声响。爹，我又长高了，我都能够到简易当龙头了。都玩了这么久了，知道这个简仪是用来做什么的吗？观星的。那你知道怎么用它来观星吗？不知道。想不想学？想。过来。你认得上面的4游环吗？嗯。试着转动它。慢一点，慢一点。再来一点，再来一点。对。你再移动上方的窥衡，转动3个刻度。到了晚上，透过这个圆孔，你就能看到天上最亮的那颗星。真的吗？我心滚烫，翻云是我，浮云是我，人心的罗盘莫测，总会有人起起落落。星星是我，风电是我。当夕阳如烈日赤裸，与君共高歌。芒种是我，秋收是我，天下是我，苍生是我，你也是我。拜见监正大人。诸位请起。大人，下官天文司武官司隶郎闵世宁。下官洛克司武官窃胡郎林卫。下官神木司武官山鱼郎商九。大人，下官相铎司武官分硕郎常无一。监后司呢？回大人，监后司武官平议郎石权称有要事在身，就不能前来恭迎大人了。无妨。监正大人，我们终于把您盼来了。朝廷设钦天监，是为敬神恤民、兴利除害。钦天监虽小，但无论是观星卜筮，还是堪舆营造，都需要积攒多年的手艺。诸位武官郎在监中待的时间都比我要长很多，以后还有许多事情需要诸位多多协助。大人，您太谦虚了。要是您这么说，让我们这些人该如何是好啊？大人，下官好奇，大人是如何做到年纪轻轻就升任监正一职的？今日一见，果然不凡。对比之下，下官简直就是朽木烂泥一般。望大人日后不要嫌弃下官的愚笨，还要多多指导，免得让下官露了丑才是。闲话聊完了，该聊公务事儿了。各司的卷宗都带来了吗？带来了。带了。那就先从天文司开始。大人，天文司的工作除日常观星、监测天象外，主要忙于修订夏历，详细划分各个节气，以便百姓顺应天时，休养生息。洛克司主要职责为掌调葫芦，报时报更。事情虽小，但重在精细。神木司的日常工作是为营造建设收集木材。今年入春以来，为宫中提供的名贵木材，包括黄花梨木、紫檀木、鸡翅木等，共计3000根。大人，相铎司最主要负责的是象山夺形、后土验气、审山事、查吉学。近日要紧的事务是傅之松将军的葬仪。很好，各位就把文卷留在这儿。今日是我第1天上任，还有很多不清楚的地方，
我会在文卷里一一标注。若还有疑问，午后我会单独去拜访各位。诸位请回吧。大人，咱们去书房看看嘛。书房的调度和安排，还请您吩咐。不，先带我去监后司看看。炼尸里最考验手艺的就是缝和补。缝，要用桑皮兼绒为线，缝合皮肤的伤口以及散落的部位。补呢，一般都是用面团补缺，但副将军地位尊崇，所以我们要用檀香木来补全尸身。知道了吗？是大人。这几处的骨骼都已经断裂，还要用铜丝拘上。大人，不用这个，剪刀。大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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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谁是实权？大人有事吗？我有话想单独和你聊一聊。你们先出去吧。是。大人是来兴师问罪的吗？何罪之有啊？大将军的遗体今晨送来，必须尽快处理，还望大人见谅。皇上下令厚葬副将军，遗体在路上耽搁了几日，你早些处理是对的。还未入冬，相差1个时辰，都会大不相同。我看你方才是在教他们吧？这么要紧的事，为何只有他们在帮你啊？楚大人觉着入殓的工作并不繁重，就减了我们监后司的人手，节省开支。这里平时就我一个人，有事便喊那些学徒们来帮个忙。他们都是民间来拜师的，所以有些手忙脚乱。我来帮你。没想到你手艺还真不错啊！这些我小时候学过，但一直没学好。想要干好这个，不光是要有天赋，还需要很多耐心。大人过谦了。你在青天剑待了很多年吧？就一直待在这里吗？大人，您不必跟下官客气，有什么话可以直说。您来这青天剑是为了敛财搜刮，还是为了加官进爵？下官并不想知道，还望大人日后能让下官独守清静，专心做事。
每日这院子里啊，要打扫得干干净净，做到一尘不染。臧大人第一天上任，通知后厨，今晚的膳食一定要给我做好了，明白吗？以后啊，你们大人，行，下去了啊。回来了。我今天跟青天剑所有的官员都打了。不说，转一圈。转一圈嘛。来，走2步。师傅。哎呀，这身衣服还挺衬你的。你到京城第一套衣服就是师傅帮你置办的。如今穿起官服了，好。这要是让星斗老儿看见了，估计又要纠结这袖子两边的长短。今儿怎么样？快说说。如今的青天剑和我父亲在任时相比，已经完全不一样了。那个时候，所有人都各司其职，私交甚好。只要是我父亲能帮衬的，他一定会尽力帮衬。而如今，所有人都面目模糊，没有一个真诚的。说什么胡话呢？你父亲就是一个做白事生意的小人物，跟青天剑有什么关系？你现在有了官身了，不似从前侯府里的一位幕僚，关注你的人多了。在侯府，只要平津侯相信你就行。在官场上，案件四面八方都有，你要更加小心。师傅说的对，如今的青天剑鱼龙混杂，耳目众多，恐怕未来少不了碰钉子了。楚怀明在任时，青天剑为虎作伥的事情，我也听说不少。你听过林府千金失踪一事吗？那是3年前的事了。林家府上的千金刚满13岁，却被鄂国公的大公子看上了，非要纳她为妾。可这大公子比她大了足足30岁呀，林家死活不肯。说来也巧，这大公子因为吸食50散一命呜呼了，林家以为这事儿就过去了。可谁知道，在他死后第3日，林家千金突然失踪了。你猜最后在哪儿找到的？在哪儿？鄂国公公子的墓里。他是被人活活勒死的，身上穿着新娘子的衣服。唉，可怜林家老两口啊，就此疯了。可大用律明确规定，禁止驾商啊。